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民进党副秘书长何博文。大家好，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周伟航老师。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黄伟汉。吴哥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李明贤。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黄明。大家晚安。政治学教授范世平老师。大家好。好，那在今天你从媒体上可以看到赖清德总统、那台北市长蒋万安还有沈伯洋三个人，那在同一个场合同框出现。OK， 那当然是台北木栅一个公庙，那相关的一些的活动，但在这过程当中，你可以完全闻到那个火药味，而那火药味一路往下的话，就是整个选战未来都是这个样子吗？好，如果讲到选战的话，各政党主席，尤其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呢，一定要到每个地方去帮所有的选将，然后大家要去做浮现。那今天在台北市那杨之斗就邀请了郑丽文主席去，过程当中当然有很多的民众欢迎，然后那地区大家讲说也比较蓝一些的地区，但是中间还是有出现呛虾的一些的情形，中间发生了什么呢？让你看一下，来。希望我们所有市场做生意的大哥大姐们也能够生意兴隆。主席会不会觉得自己是票房毒药？民进党派来的。我要买高纤。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懂不懂。可以，不好意思。不懂啊。好，不好意思。共产党加油！照一下。要，来，棒。好，为了这件事情呢，文山一分局呢还发了一个新闻稿，然后告诉大家，跟大家解释说他们是柔性的劝导，当时的过程会是怎么样。好，重点就来了，在未来，我看选举，郑丽文主席重要吧？每个地方都会要请郑丽文主席去，尤其你说总部成立啦或者什么这些，那这个画面刚听到有讲共产党的有什么，当然欢迎的很多。所以以后这就郑丽文主席去如影随形，就是这样吗？我们现在都在谈那个郑丽文去政协会去美国，终于今天这感觉完全是选举味了啦。选举的舞场开始啊，剩5个月了嘛，很简单，先开场跟大家报告，今天这个场景哈。我觉得是一减二个蒙拉减四口。为什么？杨指斗请郑丽文主席去，第一个观众朋友，接下来会有第二个，会有第三个，我不知道我同学李明显会不会请的，应该会，对不对？一定会，明天会不会？对，不用怀疑。总部成立了还早，10月，我要 Q 你一下，Q 一下同学嘛。OK， 那小哥，因为第一个，所以今天那么多媒体报道，对，所以对杨指斗来讲的话。我给郑丽文主席面子，对不对？因为大家说你是票房毒药，对，那我就请你来。然后呢，我给你这个怎么讲，就是打气送暖，主席赶快来。第三个也给郑丽文台阶下嘛，谁说没有人邀我？你看我不是去了吗？是，所以这叫做一 gam 几个崩拉 gam 谁口，他给郑丽文主席几个台阶。但第二个是台北市议员哈，8%可以当选。请问观众朋友，你觉得郑丽文没有个10到15%吗？我觉得有啊，对不对？那个深蓝支持者甚至觉得两岸要和缓和平，甚至是以后还可以谈向合统方向的这些选民是存在的嘛。第三个就是这是大安文山区的议员杨指斗啊。今天我要问的是什么？你反过来看，我讲这3点嘛，好，给郑丽文送暖，而且基本上也不怕因此而落选，因为是议员。第三个就是他是这个台北市算是对不对蓝营的投票区嘛。好，那至于有人抗议，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讲。我应该检视是什么？郑丽文主席是不是票房毒药？刚刚有个记者问他，他生气哈。我觉得应该检视的是后续会不会有别的议员去邀请郑丽文主席。跟我刚刚所讲的台北市比较深蓝选区的就不说了，我直接就点名，但是不点那个人呐哈。台南会不会有议员找郑丽文？高雄会不会有？会不会那么热烈？好，就第一个议员层级同样是8%嘛，或许台南议员我知道有一个说我不要了，好，台南已经有议员公开这样讲。第二个议员我们就不讲了，我们讲县市长，22县市要选举。但有多少的县市长会像这样子请郑丽文去帮忙？我的总部成立，我要去扫市场，我要去公园，我要去路边挥手，都找郑丽文。其实郑丽文主席在台北双北的议员跟县市长都可以找他。那蒋万安、李四川跟郑丽文在投票11月28号之前会同台几次呢？所以第二个层级就要观察就是县市长嘛。对，最严峻的考验，台南、高雄跟新北啦。因为我觉得新北跟高雄是现在目前看起来选情最激烈的，所以如果郑丽文主席他有这个叫做临门一脚的功效，那我拜托的打电话打爆以后，拜托你每个月都来，一个月来2次都好，对不对？但如果没有，不是自己讲嘛，自己有没有这个什么行情或是票房，不是我觉得有没有议员。去邀请他把这个话题先这个停止，这是好的，也给郑丽文主席面子。可是我真正要关注的是台南跟高雄，特别是高雄，特别是新北，李世川跟柯志恩会不会这么热情的希望郑丽文跟他同台？那因为很简单的，观众朋友，过去也曾经发生，马英九在刚刚
非常红，而且全台大家去邀请他这个站台的2005年的时候，那是个什么样的风景？大家都打电话要拜托请马英九来。可是到了2014年的时候不一样啦，票投马英九。就是票投谁就是支持马英九，居然还有人去报警说，这个在干嘛？他把它拆下来，也发生过马英九人都到了我们中南部的县市首长、军人总部，就这个候选人讲说，我知道没有行程，不愿意回来吧，对不对？大家懂我意思吧？所以就是郑丽文是不是真的是这个票房这个就是灵药还是毒药，不是他自己说了算，是可以检视的。其二，今天去的虽然是大安文山区，我看到刚刚这个新闻画面里面有一个大哥啦，他就是不依不饶要过去，我觉得他有2个点可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说，不要讲郑丽文啊，市议员去扫街的时候，警察本来各分局就会有人去，一来会搜证，二来他会预防，他可能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有可能过去以后会有一些冲突、冲撞口角，所以他劝离柔性哈。可是你说柔性，他就挡在那边，他就不高兴，所以才会警局才发这个新闻稿嘛。其二，我觉得它会变成是一个怎么讲模仿效应，之后郑主席一定还会出现在其他的选举场合，多或少我们后续观察。可是对于他不认同他的选民，可能就用这种方式来对待他。但我觉得这是两面刃，因为骂他可能会让其他的候选人有所忌惮。我请他来以后，单边骂我共产党，骂我怎么样，对不对？这些难听的话，算了，我不要邀请。这其一。其二是你把一个主席羞辱过头了以后，就是怎么也会反噬啊？是怎么样？我那好厉害啊，骂都给你骂假的吗？我们反而要出来支持郑丽文，所以他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我觉得郑主席现在目前他的这个政治行情，跟他之后我们每个月会发布的就是相关的国民党的民调或郑主席信任都会有关。那王金平院长所讲的就是说希望他能够多谈民生，少谈美中，这点我觉得是完全正确。为什么，肖哥？因为国民党在2018跟2022的县市长选举都大赢，15个县市14个县市，对不对？县市长选举基本上不谈两岸国防外交，可是郑丽文主席如果很喜欢谈这个对美对中，那你等于把他拉回是总统的层级，县长根本不要这个嘛。我们今天韩国瑜2018年在高雄讲9·2共识都还当选，所以其实在选县市长的时候，两岸美中是非常不重要的。可是郑主席他现在目前希望大家能看到的是他去美国访问的成果，是他跟习近平之间的这些关系。可是这个对县市长选举，我觉得并不是主 key， 大家也并不愿意希望，甚至会认为你根本没有在这一块加到分。所以很简单，我刚刚所讲的，县市长邀请郑丽文的热烈程度才是观察点，尤其是新北跟高雄。OK， 看起来的话，新北高雄一定是在这次重中之重。绿营要拿新北，蓝营希望能够夺下高雄，只是到底谁能够如愿？如果要是反过来的话，那万一要是失掉的话，对两大政党大概都是大伤。只是这一次的过程当中，包括不止王金平院长，秦慧珠秦姐前2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她就直接公开喊话郑主席说，那到地方上就不要再讲那个美国、中国，去见习近平什么玩意儿，就直接讲地方嘛。地方上哪一个政绩怎么样，就这样，大家都希望落实在那。但问题是，来王，但不是你说不要讲就不要讲啊，或是郑主席，也许他今天去了以后，他希望在地方讲一讲。那回到党中央，还是有人要问他这美中之间的议题就是如影随形，不是吗？然后包括三不时，然后有人像譬如什么胡佛研究所，没事给你来一个声明，跟你讲没有，我没有背书他的什么两岸的论调或什么，这些他也不得不回应。只是这对国民党的候选人，尤其刚刚伟汉一开始讲，县市议员层级是一回事，那县市首长或到2028，从立委到总统那种，都是要原则上50+1票嘛，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你告诉我怎么办？这些这个目前呢，我想县市议员层级，像杨子斗他已经先冲了嘛，而且他还不是自己开一条新路，他是在郑丽文还有先前国民党的论述上面去建立他的基础哦。就像今天我们看到他们去陪了杨子斗扫木栅市场的时候，有人呛虾，杨子斗今天下午做出来的说明是那个人在外面就一直在呛啦，就是故意要来呛我们的。好，这个不管人家是不是故意，铁定媒体播出去之后，就一定会有无数的复制，所以以后就是郑丽文到哪里去，就一定会有。就像这个已经不需要讨论，就像这个不用讲大罢免，近一点的黄国昌出去就会有很多测速照相机一直闪，哇，超速了。那柯文哲呢，就是说贪污的抓去关，就是他们甚至在受访的时候讲话都会有背景音，而今天早上我们看到在受访时的讲话就是有背景音，避不了了，闪不了，它就是一个不断强化的这一种作用，它会就是如影随形。所以你找他来助选的话，要么就是非常多，比如议员嘛，100个议员都找他助选，稀释了
大家只知道第一个杨子头，不会知道第45个是李明贤啊，可能就没差，因为就是边际效益递减。但是县市首长呢，洞见观瞻，来注意一下哈。从现在开始，包括725还有他们全代会啊，大家在讲说全代会会发生兵变，不过应该不太可能啦。席次哈，就是反正派没有那么多，但重点就在于说，全代会一定会有一个场景，这里我跟所有县市首长一起，为什么？全代会要执行一个有法律效力的动作，叫做提名，因为它是真正的这个法律会认定就完成提名，要全代会通过，民进党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县市首长都必须跟郑丽文同台，除了在党部中常会提名那一次，全代会还要再同台一次。然而后面还有没有？除了在党部中常会提名那一次，全代会还要再同台一次。然而后面还有没有？现在大家你说除了那一天是一定要同台，对，后面还有没有？不是一定会同台吧？对，你如果要是像刚明贤讲，总部成立，不可能没有主席到场吧？明贤是吧？一般议员以前主席不太会，县市首长，县市首长理论上首长会啦，因为伟航，我们现在都讲议员不太担心这个，7、8%，再怎么样都有那样趴数。对，可是当你是要50%+1的时候，是那个大家就要评估加分跟减分之间的作用。对。但重点就是在于说，郑丽文去到那边，他在现场讲什么？媒体联访的时候访什么？是访地方的政见吗？基本上不太会 care 啦。我一个台北下去的记者，我可能很难了解，比如说嘉义县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有什么可以问？他可能问郑丽文说：“听说那个习近平又讲了什么，或者听说美国人又讲了什么？主席你怎么回应？”好，我们就把这个拉回来讲。现在郑丽文前面的挑战就是这些国民党的县市首长，真正的大咖可能会技巧性的跟他同台。我刚才提到嘛，大家为什么要一起站西市？那如果要建院总部成立同一天，大家都可以说即日。主席来15分钟啊，大家好就走了，就可以分散啊，就是大家可能会用这个技巧，但是有些东西是如影随形。当郑丽文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不希望被拍到，比如说讲习近平，讲中国政策，中国又推出了什么新的法律，可能抓台湾人，然后郑丽文在受访的时候，我站在旁边微笑啊，我是认同他嘛，我是。这个站在郑丽文的立场，可能不见得嘛哈。就像这个后有追兵啊，刚才讲的前面挑战，后有追兵是什么？他之前跟习近平的互动，以及他去美国的访问，你要注意，他去美国是6月初的事情，到现在还有新闻。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闻是这个胡佛研究所，他们今天特别发了一个稿子，很奇怪，那个人家就只是个智库而已。为什么特别要发一个稿子？他要回应的是在这一边国民党发的稿子，就是胡佛研究所的印太计划主持人齐凯季教授肯定郑主席分享的精辟战略智慧。一开始就是轻描淡写，哎呀，这个国民党想说，反正应该人家不会有什么意见嘛，就讲一些比较虚的话。可是胡佛研究所连这个都有意见，显然有意见的不是前面啊，而是精辟战略智慧。他觉得这好像是我在帮你郑丽文打包票。为什么这句话会出问题呢？因为其实后面有一团，就是韩国瑜的这一团去的，见到的人呢也有一些重叠啊。那他们以各种形式、各种方式在美国碰面了。那后面这一团的人带回来的消息，我不讲是谁了，但带回来的消息包括一个环节，就是有美方的代表说，他听郑丽文讲话讲了之后。只有一个感想，就是这家伙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嘛。他根本听不懂郑丽文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然后他就说：“你们这个党主席非常特别，还特别跟第2团的国民党去讲这件事情。所以是不是因为有了后面这一团的交流经验，所以他慢慢不行不能让郑丽文在国内去传达说，好像我们帮他打包票，所以他们特别发这个稿子，这会不会有伤害？会嘛？”就跟前面讲嘛，有参议员就是其实我没有见你是我的助理去见你。如果只是透过台湾人转述他就算了，特别接受南华早报访问，就是要去澄清我没有见你。要注意这个但是他那个议员他先前5月还去访中呢，他见到李强，那已经是相对比较轻松的，连他都不给郑丽文面子。我觉得像这种信息
才是对郑丽文非常不妙的。也就是说，他过去都是不断的宣传的说，我的确达成了一些外交承诺，大家听到我的像一个深水炸弹一样，但是最后面炸翻了啊，国民党可能会比较害怕，你不要再炸了，再加下去，我们真的全部人都会一起翻掉。明显来是明显在节目里面是公开表达过说，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候选人，然后主席像总部成立的时候本来就应该要来或什么，所以那在你的角度来，刚刚来宾所提到的，对郑丽文主席来讲，议员候选人是一回事，县市首长那种1对1的，真的会比较忌惮这一块吗？是因为郑丽文主席前面在到中国大陆访问，然后到美国访问，尤其讲了很多跟习近平有关系的。你看刚才那个背景音是直接把共产党3个字串进来，这个会造成你们在这次地方大选，尤其县市首长方面，很多的候选人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忌惮吗？我觉得从去年大罢免之后，台湾的政治上真的2极对立了。你不要讲说郑主席出去被呛，我出一回看了席，我算是稍微比较中性的，我出去我也被人家呛，你阿强啊啦，你等你啦，真的我也被呛过啊，我穿背心，我在会看那个边沟水沟盖，我也会被呛啊，都这样，就2极对立，有极端的都是有，所以我觉得这个氛围会不会？当然去年大罢免一回事，今年会不会是这样？当然，你说对，有些人认为说啊，主席下去就多讲民生，或少讲两岸外交，这言之成理啦。那当然王院长有他的战略高点，可是立功你来等讲说，譬如说你去地方讲，你讲民生的，讲地方的事情，你比得过这些县市首长吗？譬如说南投县长许淑华，他对农产品、对地方事务都很了解。郑主席下去讲我鱼池乡我要干嘛，或我那个南投竹山市要干嘛。他没办法，地方建设他也没办法比这些县市长讲得很熟悉嘛，所以不可避免的，对于党的中央的政策、两岸外交要不要讲也有，那你比例要不要调整？我认为是这样，就说民众在乎的，除了两岸外交的台湾过后嘛，大家需要安全需要之外，当然大家也希望生活过得好啊，所以国民党也有在推一些民生政策啊，包括那个包括对于那个18岁以下的青年的照顾，这些都有相关嘛。所以是这样，我觉得说完全也不要说把所有的两岸外交偏废，我觉得这个时候看主席的整个调整啦。那以前是这样啦，譬如说选举议员，主席说你的竞选总部要成立，要去占议员的场，通常主席不太会啦。县市首长大场了，国民党中央主导的，包括主发会主导，各县市也有那个大场的啊，那也有的，包括县市首长自己自办的大场的，这个都会有互相调整，通常主席都会去啦。也不是像某些报纸故意讲说故意呢见缝插针说国民党县市首长都不欢迎那个就说郑丽文。老讲他是故意见缝插针嘛，所以我就刚听下来，我就觉得有一点老讲，我当然我看是我同学，有一些我也不是认同的。哪一段？譬如说，全世界的选举，我自己后来我在念政治系，全世界的政治的 ABC 是安内啦，包括县市首长是其中选举嘛，检验的是检验执政党啊，不是检验在野党，不是检验郑主席啊。现在在讨论说，郑主席能量不怎么样，郑主席补选能量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有点莫名其妙，我都觉得，我政治学我北塔啊，政治学 ABC 要重来了，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啊，所以民党也有他要背了他的盲点啊，现在是执政啊，执政当然有中央的包袱啊，在野党是养功，你不能说框线说，郑丽文下乡不能批评民进党，要全部都讲中央讲正面，这也不对嘛。所以该批评还是要批评，毕竟怎么样，民党也不要忘了，等一下可能博文会反击啦。可是民党毕竟执政10多年了呢，你就讲你的，执政快11年了呢，然后还在修理在野党，然后至于说你说普选能量这样。对党中央来讲啦，当然策略上是这样子啦，选举不能票嘛，选票跟钞票啊，谁能凝聚最多的选票，谁能解决粮草的问题，这当然很重要嘛。所以主席下去2票都很重要嘛。那你说谁现在老讲平心而论啊？你说谁最没有普选效果？你就我个人而言，我今天也是那个小鸡啊，我也需要母鸡啊。对台北市来讲，蒋万安最有能量嘛。那你作为全国来讲，这也不会，我也不用骗大家嘛。我也认为韩院长目前能量最高啊。我也认为韩院长目前能量最高，蒋万安甚至跟韩院长大概伯仲之间，卢秀燕也差不多嘛。对国民党来讲就打团队战啊。所以柯志恩点名这3位啊。
一定都会去。我认为主席也那会去啦。为什么不点名主席？我认为主席也会去啦。一定不是主席要不要来，是我点名希望你来。这是2个不同的层面。我知道你说主观跟被动期待啊，所以对候选人来讲，没选举需要选票各自都说啊，譬如说某人说他期待 A 来大概巩固40%，那 B 来可能对于中间选民有帮助，那 C 来可能巩固15%，至少郑丽文主席目前在巩固蓝军的基本盘这一块是很 solid 很稳定的，这没有问题了。所以最后我要讲这样子啦，虽然去年大罢免比较激化之后，今年选举真的很冷。到目前为止7月2号在录影当下，虽然我也常常扫市场，每天都去。可是我的支持者甚至跟我讲，但是铁蓝的我说啊，今年就亮了，今天找不到投票的动力，这才是要我觉得蓝绿会遇到这个问题。今年投票率会不会整体下降？如果你用过去传统的方式，天王去站台，然后就可以拉台的话，我觉得不太容易。所以到底选战蓝绿节奏是什么样？我觉得最后还要再凝聚啦。来，我看要不要先回应一下你同学？对，要回应一下，因为明显是有高中同学，我都不会跟明显有什么这个唇枪舌剑，但是我要回应一下第一个。我举个例子，大家知道为什么我是这样想？我们今天为什么讨论郑丽文？因为郑丽文主席说他去美国是空前的成功。他说他跟习近平2个人握手，也还有两岸的解放。然后他很爱讲，他告诉大家我很有票房。观众朋友，你有去检视过当马英九2008年他在选总统，有那么多的立委，然后有多少人跟吴伯雄挂海报吗？小吴哥有吗？没有啊，因为吴伯雄没有跟大家讲说我是最怎么样受到欢迎的时候，所以他是一个隐性的主席啊。主席有分很显性跟隐性，在前线跟后面的后援不一样哦。所以当这个主席告诉大家他非常有票房，全台各地一定都欢迎他的时候，那我们媒体当然会检视，大家会讨论嘛。民进党当然会哪里痛打哪里嘛。所以你自己说你很有票房，我们就要看看你是不是。所以杨志斗还约他嘛。第二个，现在目前在全台湾的所有县市当中，国民党执政比较多。那现在是寻求连任，比如像台北市是蒋万安，对不对？像桃园是张善政。那你主席到的地方，当然就讲说万安做得很好，让他继续做就好啦。你不用去讲国防两岸外交啊，就是你不用讲习近平，不用讲川普，真的没有错嘛。而且说实在，不都想说要监督执政党吗？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告诉他，我们这可以继续做，那就很好。第三，现在目前看起来，为什么我们讨论这一题？刚刚有一个东西我漏掉讲了。导播给大家看的一开始的画面，有一个记者问他说：“我是觉得记者问的有呛，对，他就回头问到你民进党派来的，对不对？对，就是这个郑主席的个性，他比较强硬。那有这种个性的时候，其实基本上别人发现我一吐他就会被吐回来的时候，如果地方没有邀请他，如果地方跟他讨论的出场时间是这个时间，他会不会就提早一点？我要跟候选人硬要同台？”那这就是大家在关注的点，就是这个郑主席对于国民党原本已经15个县、14个县市看来手到擒来、10拿9稳的县长选举，会不会因为郑主席他的坚持，以及他其实真的可能帮国民党少掉票，而造成选举的变数？为何我们要讨论，并不是我们跟郑丽文有个人恩怨，而是他的个性可能会对今年的选举，国民党原本看起来局面大好的状况带来变数。OK 的。如果照刚才讲的话，本来应该是明显讲说，应该其中选举是要检视你们，然后他心里不平的是，大家干嘛要盯着国民党，去盯着郑丽文，去盯这些是怎么样？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博文，我觉得这个他们都没有办法体会说，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他的用心良苦跟他的能量之强。他是李明贤刚说，你们的外界都怀疑这个郑丽文没有能量，不，我觉得他能量很强，而且用心良苦。我跟大家讲选举政党平常可能做公益啦，或者是当选民服务中心，可是选举的时候，政党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辅选的一个机器所以今年年底政党当然扮演关键的角色，党主席更是重中之重啊。坦白讲，这个党主席，你不要说这个县市议员，就算是去县市长的场或乡镇市长的场，党主席去都是不得了的事情。很少看到说这个一个党主席这个。几乎是等于是年底开始暖身的出场秀，竟然是帮一个市议员站台党主席去帮一个市议员站台，这不得了的事情呢。我跟大家讲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其他政党，正常的话会怎么样？你知道吗？你一个党主席，你跑去帮杨指斗站台，我同选区的其他议员立刻打电话明辩。例如说，我现在在党部，我一定是接不完电话。对，何富密，你到底在干什么？你怎么安排的？为什么党主席去到那边没有来我这边？通知啊！为什么？为什么？凭什么就是杨指斗？为什么不是我何博文？为什么不是我李明贤？等等，明辩。可是你发现他今天去帮杨指斗站台，国民党内好像觉得哇，
好像压力释放的感觉，帮他站台了 ，OK， 这个很怪，我不懂啊，所以我才要问李明贤啊。好，然后我刚来，我本来想说，因为明贤我们过去在媒体界的好朋友嘛，我不会吐他，但我是举例的啊。我刚想说杨植斗，你郑丽文去帮杨植斗站台，你把我兄弟李明贤放在哪里，对不对？不同我就跟他讲说，张飞打岳飞，你这样子会不会觉得说，应该要问一下为什么未来帮我站台？李明贤说，不用，我跟你讲啊，我不是不想要站台。我10月竞选总部才成立，10月他来就可以了，那个感觉好像他来就可以了，11月就投票，10月他来就可以了，表示什么？你觉得他在虚应故事吗？没有，我也不要这样讲，就好像感觉如止血，好像感觉就是有过场来这样子，就表示尊重了。所以我跟大家讲啊，这是很奇怪的现象啊，你不要说什么县市长啊，像以我们现在党主席。赖清德现在是县市长都争取到不得了，真的吗？坦白讲，根本不可能去挤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地方的议员。那我跟你讲，一般正常的状况是这样，例如说我们在安排，一定是这个他去站县市长的台，站的时候，然后主席旁边一定是这个县市首长嘛，然后呢，小鸡们就围在旁边，然后这个当然是最重要就是辅选县市首长，然后也拉抬这些小鸡的这个事。所以这才是一般正常的现象，很少主席说第一场就先去一个深南选区，然后去帮这个小鸡辅选。好，那我说杨植斗，他果然是罗志强的这个子弟兵，很聪明呐。坦白说，你想想看，杨植斗为什么所有人其他不敢做的事他敢做？因为我跟大家报告哈，一个议员哈，好，除非说像这个李明显这个特例哈，我就讲一般议员。坦白讲，8-9%哈，大概就当选。你有办法拿到11-12%，大概那个选区第一前3名啊，不要说1、2名，前3名一定有。你再拿多一点，搞不好排挤到自己选区。所以他只要拿少数的票啊，例如说我杨植斗，我把这一区，你看曾丽文一来，我把深南选票南瓜起来，OK 了，我就当选的。我又不是说这个，例如说像明显他那个未来想要争取过50%的，他就要比较小心，我这个要争取中间选民啊，所以这个我不要只有这个8-9%，未来我可能还有想望啊，这个更上层的，我想要争取50%，他就会想说，那个我缓一缓，我10月份过个场就好。但是人家杨植斗，人家先抢到这第一趴，我跟大家讲，这不得了，所以我敢在这边笃定啦，不要说笃定啦，选举没有100%，但是以目前他做这个策略来讲，他在那一区我认为是。相对是稳定，但是这个稳定是因为这个郑丽文加持他的所以我认为他也要感谢郑丽文啊。但是我的意思说，如果到了更高层需要过半或者需要拥抱更多中间选民的这些选票的时候，我认为郑丽文到底是加分还是减分，这个我觉得国民党自己去评估。那我觉得是这样，例如说我们在市场扫街，我坦白讲，我也觉得就是说。我们公众人物出去不要说扫街，有时候出去你会遇到认同你的，遇到不认同你的人。但是我觉得，我认为就是说，只要你卖起 K 卡党球啊，这样我是觉得就是民主常态，大家尊重就好啊。我也觉得扫市场有蓝绿绿去扫了，我觉得谁哪一个党去扫就尊重就好，其实也不需要说什么去呛掐或怎么样，因为这就是一个民主常态。我觉得谁哪一个党去扫就尊重就好，其实也不需要说什么去呛掐或怎么样，因为这就是一个民主常态。那如果说你真的是东北调，就比较幽默一点，就是像刚伟航老师讲的，就像过去这个黄国昌在扫的时候，就过去你好，超住仔就这样子，大家也就这样就好了。我觉得也不需要去好像弄得大家剑拔弩张。因为我认为选举已经是台湾民主的常态，我觉得大家要往更成熟的公民社会走。不，亚敏，如果真的讲起来，第一个啦，郑丽文主席刚刚讲说，有人问他，就记者也是媒体朋友。今天严格说起来，现场有4位资深媒体人，因为明贤跟博文2个人也是媒体人出身的，然后现在在从政，所以你如果真的讲起来的话，那记者问一定会有人问这个问题，但是郑主席的回应其实基本上。在刚才来宾有人觉得那个回法会不会比较斗鸡一点？你民进党派来的，一般有一些人他的回法可能是，你看有这么多人欢迎我，就知道我怎么可能会是票房主要或什么？但显然这不会是郑丽文主席的风格，所以他是用这样的风格回。可是这样的风格对于未来的选战，尤其刚刚讲那1对1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办？第二个，如果真的比起来，不是只有郑丽文主席啊，刚才讲像柯志恩。
他点名的几位，韩国瑜、卢秀燕、蒋万安，他点的这几个，明显刚才也讲，看起来这几位在助选的能量上应该是国民党前3名，所以大家就会把这几位跟郑丽文主席，很自然的会把他跟2028就会摆在一起。尤其最近你看这几位在无人机在什么全部都表态表成这个样，然后接下来就甚或有一个媒体的报道就开始了，韩卢是不是联手了？第一趴先把郑丽文挡在2028，要不然大家都遭殃，真的会是这个样吗？第一个我觉得先看就说当我们节目一开始是由郑丽文主席帮议员站台这个题目来开场，郑丽文主席已经成功了啊，对啊，光这样就不管有没有人呛家或者什么这些，这个版面就拿，对不对？你说对，多值钱啊，对不对？对，来我们换一个主题好，没花1毛钱，重新开场，对，我们重新来过。但我要强调的是说。但我觉得郑丽文主席他的回应，这个回应是叫做柯文哲式的回应。如果你大家有小草非常熟悉，如果你今天问一个比较不友善，你民进党派来的，你哪一个党派来的啊？这个是柯文哲很常用的。可是当郑丽文用这一招的时候，我觉得郑丽文主席或国民党要小心一件事情，是不是？未来每一点每一站你都会遇到一样的问法，就叫做激怒式的问法，而你会被激怒，你就会出现各式各样。这种所谓的花式问答，那这个就会让站台辅选的焦点聚焦在郑丽文个人。你可以讲说，你看今天有那么多人，对啊，你看我是毒药还是灵药，我们让民意来回答，是吧？这个是最正常的，大家都会这样。而且呢，说穿了，在台北市，你知道郑丽文上一次在台北选举什么时候吗？1996年啊，哎呀，国大代表，哎呀，那是我主持政论节目的第1年，而且那一年是总统大选第1年嘛，我们第一次民主选举，我是从那一年开始主持政论节目，而且他的选区是中山、大同、士林、北投，还没有文山区，所以他在文山区白纸一片。所以我说，对郑丽文主席，他选过高雄立委，他选过台中，对，可是呢，台中也已经是12年跟何新纯对10几年前的事情。所以我说，对于郑丽文主席来讲。就像刚刚暐瀚举的那例子很好啊，吴伯雄先生当党主席，他不会是叫做你找他辅选，一般来讲是叫党内凝聚，对，他不是拿来告诉你说这个人有人气王。郑丽文主席是不是人气王？我觉得他想要验证，他觉得他是要利用2026这个舞台平台验证自己在地方在蓝军我是人气王，我觉得这个他有他这个企图，就是今年的国民党的主轴到底是不是跟郑丽文要绑在一起？对，因为地方选举通常不会是叫做一般，你可能比如说像前阵讨论那个公投到底要投什么，比如说民众到底什么死刑还是什么的议题，要不要绑在一起？你应该会有一个叫做让民众有感的口号。你总不能说今年我们的主轴就是郑丽文主席走透透，相信丽文投给国民党，这不对嘛？这绝对不是国民党期待的就说地方选举的选将。期待的应该是有一个让民众一听就觉得我要投给国民党。国民党给我们什么样的期待？在地方的议题上面，我觉得要聚焦或民生的议题。但杨明换一个角度来讲，会不会出现是当郑丽文主席是这么样的希望证明自己有人气的时候，你刚刚讲，就算国民党有想出一个到地方上，然后大家都听完以后要不要投国民党的口号，某种程度也会失了焦，会不会这样？对，其实我觉得就是他怕这个，就是其实现在国民党的人就最怕。就是怕党主席来，可是呢，却忘了候选人本来主张的是什么意思。韩卢2个人真的结盟吗？其实这个韩国瑜跟卢秀燕的结盟，从这个韩国院长进到所谓的这个立法院，那时候那个廖炯智去当他的总务长，那时候就开始啊，那时候廖炯智前一份工作在台中市政府啊，然后郑肇兴去卢秀燕团队。那时候就已经讲说，他们2个团队是因为这小新当时以前也是在韩国那个地方。韩卢结盟不是新闻，重点是韩卢结盟要干嘛才是重点。对啊，媒体报道是先把郑丽文排除在2028之外。对，不过今天因为刚好有一个媒体也就讲一个什么全代会什么逼宫什么。对，75那个有一点，我觉得有一点太跳了。因为全代会叫这种选举年的叫造势。我觉得今年国民党全代会的看点不是什么党代表提什么案什么，是比如说马英九去不去，比如说国民党里面的这些大佬们谁缺席谁还在，OK， 跟郑丽文选党主席的对手有没有到，就是我觉得这个才是尤其郝龙斌到不到？对，所谓的团结的象征嘛。好，再来一个是什么？是
因为会有那个主席啊，什么授战旗啊，然后那个造势会有这种地方选举，这20几个县市首长的候选人，以及即将卸任的、已经任满要卸任的、要交棒的，会不会全部到齐？我觉得观察点是在这个地方 ，OK， 而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就要郑丽文下台。这选举的时候，我讲挣钱换将是大忌啊，所以做这个角度，我觉得有点太跳了。但是观察点就是全代会绝对是一个观察国民党有没有团结的指标。OK， 明显等一下一次回应，范老师直接请问一下，但有很多时候选举就是这样，不是你要带着风向，风向就是这样，你要带着往那走就那样走。譬如说，也许郑主席听了王院长的话，也听了秦姐在我们节目讲的话，他就觉得好，我就不要主动讲这些，但不是你主动不讲。就一定会这样。刚讲记者也会问，没事问你一个，你是不是票房毒药？然后或是问你一个老公的问题什么？譬如7月1号，昨天开始，然后老公的民主团结法上路，然后大家就会讨论这些，全世界讨论这些，然后会不会对台湾人造成什么影响？一定会有。我想大概也会有记者没事也跑去问一下郑主席。那你说郑主席他不可能不回这个东西啊？那怎么办？你只要一回，又把问题带回到郑主席跟两岸之间，然后跟老共之间会不会亲中，会不会什么？他又被带到那个地方去啊，那怎么办？今天早上全台湾最热的地方就是木栅，郑丽文跟杨植斗去木栅市场，就是木栅老街嘛，然后这个蒋万安跟赖清德去了指南宫，都在木栅，都是文山一分局啊的辖下啊，所以他们今天警察这个忙得要死，等于到处都是特别维安嘛。那我要讲的是，今天杨植斗一定很开心啊。我去扫街竟然成为全国各大政论节目讨论焦点，开不开心？这个广告的效益无限大，真的。扫街竟然成为全国各大政论节目讨论焦点，开不开心？这个广告的效益无限大，真的。你像这个，我们以前讲过 ，no news is good news。但是政治人物最怕就是没有 news，他有流量，有讨论，就是一个最好的收获啦。郑丽文开不开心？晚上拿着遥控器看，这台在讨论我，那台在讨论我，跟你讲高光时刻啦。所以你说什么王金平什么秦桧朱家不要讲什么两岸，我感觉他会拼命讲啊，真的吗？可是对国民党的候选人来讲，你拼命讲，那我还要请你来吗？有瞩目的焦点嘛？看起来郑丽文的确是获得国民党支持者他们的对他是相当喜欢的。那这就变成是什么？外冷内热。内部非常的坚定的支持，而且越来越黏着。那我觉得对郑丽文来讲，对他来讲他有恃无恐啊。反正我也不选总统，目前起码目前他还没有规划选总统但是呢，未来来讲，他在内部有这样的一种热度的话，他当然会觉得他是高光时刻，当然那当然就要看接下来这个是县市长会不会邀请他啦。不过我会觉得，因为县市长他基本上他们我们是单一选区制，对啊，所以你会觉得郑丽文来可能会第一个抢了候选人的风采。而且会往统的方面去集中，我想可能意愿就不会太高。但是我觉得现在来看，就是你可以看到国民党的两个太阳已经出现了。卢秀燕跟郑丽文两边各自代表的是背后也是一个是亲美派，一个是亲中派。那看起来这个卢秀燕她也回来，她也说她这两天也跟古立言要在台中开论坛，要开这个无人机论坛嘛。然后她也支持要编这个预算嘛。那看起来就是卢秀燕。他的路线就是要跟韩国瑜、跟朱立伦他们走的就是一个亲美路线。那加上就是说，这个韩国瑜去了美国，又见到了美国的众议院的议长中审，他现在的这个政治的这个分量也是水涨船高。所以我觉得他们也在做集结，而且你去看现在卢秀燕他已经找很多立委，不是台中市立委，是很多立委到台中来跟他讨论无人机的事情，表示他要主导这个议题。那因此国民党会不会出现两个太阳？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大家必须要去拭目以待的。OK， 来，明前要不要一次回应？其实候选人才是主角啦，伯文也选过举，最后比如说压轴的时候，一定候选人最后嘛，比如说这一场时间
主办的活动是到譬如说到晚上到傍晚5点，那一定最后10分钟候选人才上去讲啊。你不论是谁天王来，比如好执政党，譬如说赖总统来谁来，他们都在前面先讲嘛。那对国民党来讲，假设现在韩国瑜可能拉票最有效果，他是排在前面，他不可能超越候选人最有实力讲，那不会这样安排嘛。所以有时候范老师讲话稍微没有。跟实际有点脱节啦，我在选举过，拢是安尼排。我最后一场说，我不被算了，你有正主席跟你讲，那有可能是安尼啦，round down 不会这样排啦。所以这个不会变，候选人才是主角。那至于说现在当然现在大家把这次选举看成是2028的前哨战，老讲啦，党主席的角色就是。你要先扮演自己说，你是东来汤扣这后才有2028嘛，你汤扣这个表也许就没有2028了嘛，哪有汤扣变主角的啊？当然大家举伯公的例子也很好啊，也有人有浮选也有能量，所以不管再怎么样。2026年要先选好啊，不论这些天王啊，现在党主席是名义上的汤扣啊，也有人是实质上的汤扣嘛。我也认为说，韩院长现在下去普选效果很好，那蒋万安到处去普选，他有他的能量，可是蒋万安也是候选人，他不可能到时候选举的时候10月还下去全台普选嘛，所以实际上还是回到这个，所以我在吐槽一下博文啊，他说，哎呀。赖清德很多人找他辅选不是安尼，我看就是议员的看板也是挂萧美琴呐，甚至有一些挂王世坚呐甚至很多高雄的赖瑞荣也找蔡英文下去辅选3次，奇怪总统的角色好像不见了。不过执政党有资源，我认为赖清德还是不需要去跟你澄清。候选人还是会邀他来，因为毕竟中央执政有资源嘛。不要在那边无聊了，真的是活起来。你讲我过了无聊啊，你讲我了。不是啊，事实就不是这样子。我就跟你这种优质的节目，我们去跟你扯淡。《镜周刊》报道说邀请了蔡英文下去啊。那我浪费一点很多时间啊。我告诉大家，光是初选的时候，那个每天要求赖总统的合照，我看多到不得了。后来我们只好说统一都不准，通通都不准，通通不准，我还被骂，你知道吗？我们状况是这样子，拜托你什么在比什么？我才觉得你要讲出来就消音了。没有，我说什么比什么？你来，我还要补什么？我补充一个啦哈，因为我上次来节目有谈到那个立文与孙文嘛，对，确实我觉得他们两个有一些相似之处，就是不依不饶好，勇往直前。那我们刚刚已经讲吴伯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嘛。当你是个抬轿者的时候，你跟你有可能要坐轿完全不同。郑主席现在要全台辅选，除了证明他党主席主帅亲征能够帮到我们的同志之外，我觉得他有下一步的想法啊。为什么？如果我今天不去高雄，柯震赢了算不算我的？我一次都没去，那到底是算我的吗？但如果我有去，他要赢了呢？那是不是代表说我确实也我是党主席？因为现在国民党的口号叫做拼和平、顾人民、台湾赢嘛，所以他就是和平，就是我郑丽文最好的标榜。所以他这个招牌打出去以后，他也要有 connection 嘛。那如果我都不去，大家都不邀我的话，那怎么证明自己？吴伯雄没有要证明自己，他只希望国民党赢，他也不会是下一个总统参选，所以他就不需要。可是郑丽文主席看起来他是有一点点哈。第二个，我跟大家讲这个叫做女记者落泪故事啦。2007年马英九在选总统的时候，我们 Long Stay 地下去，我那时候在跑，有一个就是有台的女记者被国民党视为是亲绿媒体，问访问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马英九没有回答他，看了一下朋友说你是哪一台的？你是那一台的。女记者哭啊，哭完以后马英九写卡片送蛋糕，公开跟大家道歉，只是问问题，他问你是哪一台的，就这么。他今天郑丽文主席有没有更呛？你民进党派来的，对不对？那这个记者讲说，你以前也是民进党派来的，你以前不是民进党的国大代表吗？所以我说郑主席，我刚刚讲嘛，不依不饶，坚定向前，他没有在被人家劝的。所以后续如果他坚持要去很多地方的时候，就会有明显刚刚讲的，好，各位观众朋友，现在进到技术性问题了，是19文还是2英文？好，就有大有差别。1900上台或2100上台不一样。如果真的我办了一个晚会的时候，晚上7点的时候，候选人还不会出现，候选人大概都9点9点半才会出现。所以你看他排几点就可以知道。如果排1900，就是我不想跟你同框了。但是就你赶快上来，赶快对，他可能行程很多了。好，最后结论，好，明显应该不会否认我这一句。台北市人气王一定是蒋万安。他民调赢了20-30%啊，所以其他的议员现在不是排队去请郑丽文主席再来，杨志都有，我怎么没有？刚刚博文讲嘛，一定是在排蒋万安的时间，而不是排郑丽文时间。明显一定会跟蒋万安去内湖、南港到处去跑，就是安呢。OK， 那如果要这样讲到蒋万安，会不会除了是台北人气王，因为其他地方
刚才讲到柯志恩也有点名他，然后很多地方，那国民党也一直希望蒋万安能不能在台北发挥，除了在台北母鸡以外，那能够外溢到其他所有的地方。那但是刚才范老师开始讲，今天木栅真的非常非常热，所以热不只是天气热，除了刚才讲的郑丽文主席的这一块以外，今天赖清德总统、蒋万安市长，然后赖总统呢，媒体报道是赖总统连那个沈伯洋也有带去，因为总是要大家一起露脸，然后在指南宫的一个活动，但中间过程当中。某种程度，也算之间大家有交锋吧。在指南宫的一个活动，但中间过程当中，某种程度，也算之间大家有交锋吧。让你看一下。那包括他们的同台，包括蒋万安市长在台北，大家最近在讨论那个遮阳伞，不是吗？对。那今天对，好像是马玉文就直接讲了，就是真的信义区就比他们的万华会比较来的时尚吗？蒋市长这一部分他有回应，来。内湖的淹水比较罕见，因为就我所知道，在圆山子分洪完成之后，汐止就少有淹水。连带的内湖也少有淹水，有淹水的地方都要去检讨，真正淹水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台湾最不缺的就是相互指责，制造更多的政治口水。希望在台湾任何一位领导者都要以苍生为念，以民为本。拒绝制造仇恨跟对立。如果提出市民的反应叫做政治口水，我觉得这可能不是那么的妥当。我们也会有策略性的针对不同的地点，所以包括小巨蛋、西门町。那另外对于信义商圈，当然就会特别考量它整个周遭环境比较时尚，而且整个周遭我们也希望能够顾及到整体市容的景观。台北市是一个国际大都会，各地都非常的时尚，也都有特色。OK， 好，那个就是针对那个遮阳伞在信义区那2天的一个说法。那对于蒋市长来讲，来明显我直接请教一下，你刚刚看到，赖总统一开始就讲，那内湖很少淹水，显然是针对上礼拜发生的这些事情一路延烧下来。那你也看到蒋市长后面上台的时候就直接，那算是某种程度的回击吧？来，其实我跟伯文，你看我过去跑新闻，我们是对手，我没有把伯文当敌人。你对台湾来讲。不要把政治对手，不要把在野党当敌人。汛期到的时候，我把你当好朋友哦，你怎么把我当敌人？汛期到了什么时候是我们敌人？好大雨，接下来可能我在跨红台5颗人的礼拜，那个才是我们即将要面对的，我们要严阵以待的敌人。怎么把政治对手当敌人？淹水上，谁当敌人？我搞不清楚。今天是在指南宫去拜吕洞宾的嘞。在那种底下没有得讲这种事情，他只是第一时间说沈伯洋第一时间去复原去看灾很好，蒋市长也在那里蒋市长没有好。这一次检讨水灾，然后说中央会全力支援，这个是敌人啦。中央要全力支援，但你要把水灾原因检讨出来，这个是敌人这是为人民发声啊！你拜托一点。地方跟中央努力。好，去年有淹水的时候，赖总统去屏东淹水，然后他讲说淹水是那个水患是中央的责任，中央地方一条心。然后今天就开始点名，在蒋万安旁边点名，好，这次中央要支援地方，这不是中央地方一条心吗？我这礼拜包括晚上我都在把行程排开。那我在地方在做相关的会谈。昨天我在大湖里都不知道，请问像譬如说大湖里。昨天在会谈的时候，就有人讲是不是有侧沟？是不是侧沟没有清？侧沟怎么样？大湖里也有淹水，这次总共内湖有322个受灾户，大湖是其中一个重灾区。有人说是不是侧沟没有清？后来我特地去调，你知道今年上半年逐月他们在侧沟箱涵有下去，你要下去看，那逐月各个资料，每一个月的资料都有弄前期啊，并没有阻塞啊。所以问题是有没有可能说闸门关开太慢？因为从大湖山庄街下去。那个大湖的时候，是不是闸门开太慢了？那个水利署说照 SOP 没有问题啊，也有人会问嘛，找出原因出来。当然，我也跟蒋万安第一时间隔天我有去那个金龙里有淹的那里。对啊，那你这样的说法跟他总统不一样。你这样说淹水的地方就去了解，一样民众也有情绪嘛，所以我觉得不要去指责别人。那同样的问题啊，譬如说到现在南部灾损，你知道我屏东。
农损多严重，你知道吗？几亿到现在农损已经有4亿多了。湾屏东上严重嘿温啊，你知道养殖渔业包括虱目鱼啦，还有包括草虾，你知道吗？下雨的时候溃堤逃走。第二个，豪大雨的时候那个酸碱值会改变啊，嘿温啊吸一堆啊。那问题，请问现在南部有没有灾情？请问赖总统下去看灾了没？我特别一点，不过我真的有奉劝呐，我现在去看赖总统的行程呐。礼拜六只有一个行程，礼拜天没有行程啊！拜托他有那个嘴去批评蒋万的时候，伊无那个时间落去屏东或高雄看灾嘛？迄屏东呀，那个农民跟养殖渔湾，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呢，4亿多的灾损。屏东的嘉东啦、泰国虾、离港的泰国虾啦、林边的龙虎斑啦、嘎东人工啊啦，这些受灾户不用去吗？如果赖总统没有时间。博文懂嘛？博文看在过去看鬼嘛，你也可以代表下去啊！怎么没有关心屏东？只有一眼看到蒋万安，还是心里面就有蒋万安？总统啊，那不对吧？这个我们刚刚是在讲台北，那台北做的不好，他就故意讲到屏东。当然，屏东也讲哦，屏东当然也很重要。屏东发生任何灾情，那都是全岛一命，我们通通都是要支援。然后我们县市首长也都很拼命。你看那个小米县长这样不断救灾，中央的农业部各方面农损赶快估计起来，就立刻要发放。包括这次台北淹水，这个台北市说，这个淹水补助多少，家电补助多少，中央立刻说我们加码补助台北市。这个是中央跟地方，中央全力在补助地方，我听不出来到底这样补助如果算是敌人的话，那我也不知道到底它的定义是什么。第二个，刚刚他也在讲啊，他说，这个我们也检讨了，这个什么很多原因到底怎么样，那个水沟也有清啊。好，那我就是要问嘛。赖总统今天的说法就是说，你要赶快把淹水的原因找出来，因为那个地方过去确实40-50年没有淹过水嘛。尤其在原山子分洪之后，以前原山子分洪还没分洪的时候，只要一淹水，第一个你看 SNG 车立刻就跑去汐止长安国小，第二个就是这个大湖公园、内湖大湖公园，因为一定淹水，保证淹。可是原山子分洪开通之后，这些原先被认为会淹水的，包括内湖这几天淹水的地方。过去没有淹水啊，所以这个赖总统是语重心长说要赶快找出那样的一个问题，然后之后他立刻说中央一定全力来协助救灾，而且不是说口说，你看这2天立刻加码补助对于淹水户的这个补偿中央立刻加码，不用等到这个蒋万安市长开口。所以请问这样到底哪里是敌人？他一直讲说我们把台北市当点没有，可是你知道吗？台北市的淹水问题如果找不出来的话，不是只有我们觉得很担心呢。你知道那个民众党，连民众党的那个陈佑成也在说，到底怎么回事？游淑慧也在质疑啊，不是吗？所以李明显，你这个实在是你要多站在这个地方民代的这个立场，为民喉舌啦。我们喉舌是在做第一线，我们跟蒋万安就在做第一线，所以每天也都在会看。请问原因是什么？再把来喷脆咯嘛？原因是什么？我跟你讲，原因在哪里？原因你知道？你说内湖，你知道淹水那个地方就在我家旁边，距离在我家旁边。柯文哲任内有没有淹水？淹过嘛？我住在那里嘛。有淹的这么严重？有一样也是淹在那里啊！你知道为什么？有淹这么严重？这么高就是第一个，在所有最高的时雨量超过100多毫米的。都是在内湖啊，问题在哪里嘛？问题在哪里嘛？所以排水不及，那当然去看灾的时候，灾民没有情绪，会嘛？我下去也被骂，蒋万下去也被骂，我觉得是这样子啦。明显，因为今天你桌子都已经敲了，那你还是告诉我原因在哪里？得嘞，时间今天赖清德去屏东讲中央的责任，然后今天在吕洞宾那里讲说地方政府台北市要检讨啊，你干嘛敢对哦？啊，所以我在讲的是说针对性在这里嘛。不过这件事情来回来，赖总统好，你可以看得到。今天在指南宫这一趴，某种程度大家一定会解读，它一定有所谓的选战的味道在那个里头。只是大家各自赖总统讲的就是希望地方能够刚讲要找出原因，尽快怎么样，然后包括补助。可是民前刚直接讲说，这样是摆明了好，有人媒体形容就是当着蒋万安的面在酸他或刁他，有媒体直接这样用。但这整件事情呢？一个媒体人来看的话，看到这里头，大家真的有刀光剑影在这里头吗？另外还有一个画面，刚才没有看到，就是其实英伟跟蒋万安是坐在下面嘛。
那在那过程，然后总是要提醒一下，不知道上去要讲一些东西。这次水灾的处理，明显为什么刚才当然会有一些情绪，因为明显就是内湖南港嘛。对，然后内湖南港出生，你讲就在你家那，我在屏东出生。那我说那个出生，政治不是生出来，是那个身体的生。OK， 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那天的救灾啦，或是刚讲发钱的过程。不是我觉得有网络上对那个4楼的住户会不会有点太苛责？就到现在还有人在讲他，不是他也是明显你觉得这个会冤枉？冤枉了，他是不是冤枉？我觉得网络上去围剿他不对了。对，你就去围剿他干嘛呢？我觉得对，那个现场有慌乱，发错了回来，因为那慰问金跟灾损金是不一样的，是吗？是不一样的。慰问金是因为很多人捐助，我觉得去围剿他，很多网友去围剿他，这没有同理心呐。他下面淹水，他的摩托车也被淹了嘛？对，他被淹了啊！即使他不是受灾户，去围剿他，我觉得没道理啊。他有摩托车被淹了。对，我觉得去围剿他没道理啦，没道理。来，我看。我觉得今天刀光剑影名场面，我记住了啊哈，这是赖清德跟蒋万安最有火花的一天。不过我跟观众朋友报告哈，蒋万安后来他的那个慷慨激昂，有没有？他说什么？他说现在目前面对极端气候，中央地方要携手合作，共同面对。最不缺的就是政治口水。好，那今天讲的这确实慷慨激昂啊。在他讲话之前的话，记者有捕捉到这个画面，就是赖清德总统在讲话的时候。这个他的最重要的智囊英伟有在跟他这个，我不知道他们讲了什么了，但是我看得起来确实就是不能落下风，回头就讲说，那赖总统干嘛呢？但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刚刚讲蒋万市长在讲的话的时候，赖清德总统已经走了啦，对，并没有在，为什么就只会拍这个，对不对？英伟跟蒋万安咬耳朵，那蒋万安在讲的时候，说不定这个沈伯洋也跟赖清德那时候赖清德已经走了，好，这个观众朋友持续跟大家讲，为什么我觉得这名场面有记住了？今天有这个场面，不知道明年还会不会有？2028之前，我看刚刚讲的是，因为今天同时有2个人讲，第一个王世坚委员，他在媒体访问的时候，他直接说他觉得蒋万安会直取2028。那沈富雄沈大佬就更不要讲了，沈大佬是直接说国民党只有蒋万安能赢2028，那其他的太阳都没有办法。所以你知道这个已经不是台北市长的火药味了，对，他可能像我刚刚讲，搞不好已经拉到2028的，现在大家是预先暖身而已啦，就是这样。好，我先讲哈，我认为赖总统今天是确实有拉抬沈伯洋，然后是有一点点在贬低蒋万安，我觉得有，但是我也必须说了哈，刚刚博文有讲到一个点，现在既然内湖南港确实有淹水，市民也不满意，那我们常常都讲说谁执政谁负责嘛，那在台北市就是蒋万安执政啊，难道什么都说都跟他没关吗？总是有淹到水，跟大家好好说明，这是其一。其二，这个跳题了哈。但我必须要说，我跑私人新闻出身，我真的觉得没有一个幕僚，或者是说市长自己没有想到，那1万块就直接不要追回，这应该才是最好的这个处理方法。我觉得蛮惊讶的。我跑私人新闻出身，我真的觉得没有一个幕僚，或者是说市长自己没有想到，那1万块就直接不要追回，这应该才是最好的这个处理方法。我觉得蛮惊讶的，因为台北市的市长1个月有15万的特别费，我今天已经发错了，对，我又不是发错200万，我就发错18包，只有1包发错哦，然后被回梦话议员讲说，有人抱怨为什么4楼拿到，那蒋万安市长就讲说我发错了嘛，因为他没有完全按照里长区公所造册，他是看到人就发嘛，对不对？问一下说辛苦了，他为什么要发？他也就是希望，而且早上7点半哦，那个记者来不及跟，对不对？礼拜4淹水，礼拜5一早去了，所以我会觉得危机处理应该是，既然发错了，不要让它变成下一个媒体继续讨论，或有人被指责，或有人反抱怨。你看那个4楼，现在电视台一直去找他，他说他下来受访几次，你说我刚恭喜细佬哦，现在柯南又来了，明明有告诉市长4楼，市长要发给他，所以是市长的错，又变成这种无谓的讨论。如果是我是市长幕僚啦，像英伟有没有？这1万块就扛了，就不要去追嘛，哈 ，OK， 拉回来，所以我才会说了哈，这些小细节要很多人控。蒋万安不是只需要一个英伟，英伟很强，他需要很多英伟，他需要有很多市政、法律、选举、动员组织各个不一样的人。所以当今天现场显然，我不知道英伟跟蒋万安市长讲什么，就说我们必须要有所就是表态，不能就这样子在这个事情上面，因为赖清德总统明显讲了2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这几年内湖很少淹哦，你看像这个分洪都已经做好了以后，所以到底为什么会淹？
他要去检讨。那当然，他所讲的用词叫做各县市只要有淹水都应该检讨，台南、高雄、屏东也有嘛，对不对？所以他并不是直指台北，可是人在台北讲嘛。第二个是他称赞沈伯洋身为立法委员争取补助嘛，那一来一往，毕竟台北市要选举嘛，所以当然蒋万会觉得不要落下风。可是我会觉得啦，哈，刚刚武哥问我到那个英伟那个问题哈，因为蒋万市长本人他有接受联合报的专访。我非常精确的看了3次，他的用词叫做“我没有思考过2028的问题”，他就是这样讲而已。他并不是如我2023年访问卢秀燕时候告诉我，好，暐瀚我没有要参选2024，一句话就讲完了，没有参选，而不是没有思考。那所以昨天英文上我的网络节目的时候，我又再次跟他 confirm 再问一次嘛，他的讲法还是没有思考，并不是讲蒋万安一定不会参选2028，这个说法还是有很大的不同。OK。那如果真的这样讲，杨明，这个说法几个字差这么多嘛？今天我刚刚讲王世坚，大家就叫他芙蓉王不是吗？芙蓉王直接讲他的直觉，沈大佬讲的是那个，所以现在这一仗打的是台北市长之仗，但是表面看起来是打这一仗，其实不是，可能是在打2028，已经先打是吗？应该这样讲啦，就是说你没有把话讲死，就会有讨论嘛，就会叫做那个各个有希望啊，就是说不是你的希望，是人家会觉得你应该出来选，开始说万安呐，我们国民党要靠你啦，哎呀那个郑丽文也不行啊，韩国瑜院长他败过1次啊，卢秀燕市长去年没选党主席受伤，哎呀我们只能把希望放在你身上。可是这个对蒋万安来讲，他应该自己内部应该是有过一些讨论，但是呢，我觉得他现阶段应该是说他的那个态度叫做不在这个时间点去讨论这个议题的决定，就是他不去做要或不要，而是说我本来就没有想过，所以现在的角色就是把市政这个政治人物很常用这样的方式，因为你不知道明年会发生什么事，我必须说，政治人物常会说像。以前马英九前总统，马英九不是200多次不选，对，不选，时间到了，然后所有的人大家全部要黄袍加身的时候，你也不能不选啊。当然，但是在那个节骨眼上，你只要不是说的这么决绝，那就会有很多后续啊。同样的啊，就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赖总统，他2019年的表态，在党内的竞逐，就某种程度他就卡到了2024啊，对不对？就我的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我就是朝向这个大未来目标来前进，所以。对蒋万来讲，这个在国民党里面的文化，通常啦，如果你没有众望所归，你不要轻易表态，否则你会跌得乱七八糟。这个也就是现在为什么蓝军内部有一部分的人对郑丽文很有意见的原因，就是他们认为郑丽文是不是想选？你以为你能选吗？可是这种内心戏就是在国民党内，我们常常讲宫廷大戏。这种宫廷大戏在现在的台湾民主社会，我觉得已经有点退流行了啦。通常我觉得大家会比较朝向。像柯文哲、像赖总统这种叫做我想选我就表态，我想要我就来竞争，就是把它讲清楚。那我不要跟大家讲清楚说，不好意思，现在国民党不是我的这个选择的要去选这个所谓总统大位的时间点，把话讲清楚。我觉得这个比起在那边等什么众星拱月、黄袍加身要来的更好一点。那我觉得蒋万安的这个幕僚，也许某种程度他们可能会觉得，真的很多人劝进。你看，连沈大佬看过这个政坛是看过这么多人的，他直接讲说只有蒋万，我不认同这样的说法啦。但是他会这样讲，一定有他的理由。当然，可是呢，我觉得对蒋万来讲，如何把2026选好，才是他现在最重要的命题。所以如果今天一直有这个什么2028，把你放进去把你跟韩国瑜、跟卢秀燕，我跟你讲，你本来没问题的这个团队最后都会变成有问题。因为彼此看彼此。他最近做这个动作，我跟你讲，我们在政坛跑新闻常会这样，记者最容易见到的接到电话是幕僚打来的，你觉得他这个动作是要干嘛？我跟你讲，这种东西传一传，久而久之，你本来没有意愿，都会变成好像你要选，所以把话讲死。我觉得我同意暐瀚哥讲的，就是说把话说得更清楚，对。蒋万安，尤其他本来2028本来就外界本来不会把他放在这个假想里面，那现在他变成是那个舞台上的那个所谓的那个叫什么可能人选的时候，如果他没有明确明快的把这个议题说清楚的话，对我认为对国民党不会是好事。因为你看像芙蓉王世坚委员讲那一段以后，记者你可以想象记者一定拿麦就去问蒋万安。蒋万安的回应是说，希望坚哥有空回娘家多坐坐。你知道这个想象空间又出来了一堆，他就是这个样子。但问题是，好，
今天赖总统跟蒋万安之间在指南宫这样的一个对阵，那表面看起来的话，有媒体报道说是要拉抬沈伯洋，把台北市这一仗，希望能够打到轰烈，能够拿下台北，类似这样。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先看台北这一仗，是刚才那个镜头里面，蒋万安市长讲的那个遮阳伞有没有啊？是，那是2天的回应。对，前面一天是讲信义区嘛，然后讲时尚。我昨天在节目就讲，因为后面一篇是蒋万安市长今天回的，我昨天在晚上在节目就讲说，不是啊，这样的问法一定有中正万华的议员，然后一定就有人跳出来想，那我们西门町不时尚吗？我们万华不够时尚？果不其然，马英文就跳出来讲说，他甚至还要蒋万安道歉。意思就抓着那个，那蒋万安一定也不希望要得罪中正万华的选民嘛，一定也是这样啊。所以从这个遮阳伞又开始了，一路上又开始讨论这些。其实啊，从我们刚刚今天从头从一开始讨论到现在是接得起来的哦。为什么？我们刚刚在讨论蒋万安跟这个赖清德在指南宫上面的烟火四射。指南宫在哪里啊？指南路的尾巴。刚刚我们讲到了郑丽文木栅市场在哪里？指南路的头。郑丽文去木栅市场扫的时候，他不是像一般大家扫市场很早，他几点去的？9点。赖清德讲话的时候什么时候？10点。所以全部人都挤在那一边哦。底下的议员，我刚刚看到在蒋万安后面是谁？徐宏庭。对，徐宏庭的地盘其实就是在木栅市场的附近。当然，木栅市场真正的地盘所有人是那个李博义啦，李博义在那边最强。好，但重点就是在于说，这地方的角度看过来说，哇，抓2028，它不是2026。这个是更高格局的东西啦，已经不是这一些那种什么议员在玩沙的程度了，那个是要打大的盘，所以大家都来。我决定要去谁的那一团，洞见观瞻啊。所以蒋万安选择什么，直挑赖清德是有意义的啊。就郑丽文在那山下，你在那山下玩了啊，我就在山上跟赖清德正面对决。赖清德带的什么样，我跟你正对面，你那个扫市场那一挂不重要，议员就只有那个需要你的议员杨子斗下去跟你玩。所以啊。现在做什么事情都不会只有2026。好，我们就站在这个前提上，我们现在在讨论台北市政吧。淹水是只有2026吗？一定带得走，因为2028太近了嘛。明年5、6月就要开始准备初选，各政党初选，要结果出来呢。所以现在的事情会不会变成明年的料？会。所以蒋万安有什么样的问题值得讨论？现在之前讲老鼠，后来讲蟑螂淹水，然后呢就是这个伞的问题了。大家一开始还真的没有想到伞的问题会变这么大。当然，然后因为这个阳伞的问题哦，其实它就是又还没有盖出来的部分，有的又是临时试办的，所以大家都弄了一团混乱。我来简单谈一下哈。先来看这一边的啊，这一边呢讲说这个叫做智慧遮阳伞8支，这个就引起争议了哈。如果考量设计费用要700多万，那它是一个香菇白色香菇的样子的哈，可能比较像杏鲍菇啦那样子的样子的。那个时候大家讲太贵了，到底是为什么要设？它设在哪里呢？101的旁边，市政府的旁边。那将来也许小巨蛋那边也会有。好，总共目前8支744万，目前还没有看到任何东西。好，那之前有在炒这个东西，那现在呢？大家突然看到，哎，不对啊！西门町怎么突然有出现伞？西门町出现伞是这个红色的这一支，然后市府出来说明说，哦，这个不是花钱买的，这个是厂商啊，哈，道路巡查承包了，整个道路巡查的厂商送的，啊，厂商送的嘛，然后他问我们说要不要做，我们就办了这个试办的计划。那我之前曾经在友台也在节目里面都有提到。就是我有接到研考会的电话，民调哦，他后面问我说，你这个就后面安鼠之乱的那个问你有没有看到老鼠哈？那个我比较理解。就后面安鼠之乱的那个问你有没有看到老鼠哈？那个我比较理解。当时我到4、5月的时候，我接到他前面问我说，你站在路口的时候会不会觉得遮阳伞比较好？我那时候想说没事，怎么会问这个问题？我说当然好啊。好，后来才知道哇，这不得了，原来是一个很大的计划，除了有智慧型的啦，还有示范的啦啊！我都说哇，现在我终于了解这是台北市府的阴谋啊。
哦，英伟的计谋，英伟的计谋，联考会打来问嘛，阴谋。OK， 好，那当然，这马上就会引起比较的效应了。像这个台北市的，现在台北市府就是说这个不用钱。那有没有网军在打高雄市类似的东西？因为高雄市有做嘛，也有做白的，高雄市用自己出钱的预算去做的，所以就网律之功。为什么高雄只要几十万？那台北的那些这个网军就会去主打说啊，讲完这还要700多万。好，吵到最后面，你会说这个伞其实真的也不是说它完全没有用，但它延伸出去会不会有很多话题？其实啊，除了时尚不时尚之外啊，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洪婉珍议员去主打这个街口啊，大家看到这个市府应该就会有印象嘛大概就是市府和原来的世贸3馆中间的那个路口这一边，然后跨过去就是饭店那一边，然后要走到世贸1馆。它过去是有路树的，过去是有路树，虽然不大，那也有一些遮阴。我印象是有遮阴，因为我有躲在那底下过。躲在那个树的遮阴，但他市府后来说，因为台风的关系挖掉2棵，然后现在再多挖掉2棵，那议员就质疑说，那你是要去种这个香菇吗？你有活的树，为什么要去种香菇？那是不是本来我们就有道路拓宽计划啦，再加上台风有倒伏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有2个树穴。这边有2个树穴，它是已经被水泥遮盖，这应该就是台风树木倒伏。但它后面呢有2棵树，这个就是被明显移除的。那洪婉珍议员还有去找到移除这2棵树的公文，并不是说什么单纯就是什么台风倒伏，它是活的树，然后因为这样的工程需求被移除掉了。所以现在的重点就在于说，你是不是移除树去种了一棵假的树，就是遮阳伞因为它那个香菇其实看起来是有点像白色的树的造型了好，问题就在这里了。这个东西不管你要做不做，如果真的做出来，大家会不会走在路上看到这个就是那个之前讲的哇，大家一直在吵了嘛，700多万嘛，赶快来参观一下哇，这一棵要700多万。这就会变成一个，老实说，不管是政治标的啦，或者它变成人家口耳相传的一个主题。老实说，这不是一般市政主头，甚至也不会上到总统大选，也不应该是啦。但是它会被印象很深刻，会。那这个是蒋万安希望的吗？包括除了这个，我还没讲到，还有那个吸烟室的问题。有的吸烟室是几棵树围起来就叫吸烟室，有的是几根钢管就叫吸烟室。像包括它标出去，它一定都会有固定价格，几百万让出去，会不会引起讨论？也就是说，过去其实这3年多的时间，蒋万安的市政从来没有被认真检讨过但是一旦他进入2028的设置，不是2026，进入2028。这种事情全部都会被拿出来检讨。范老师刚刚讲吸烟区的那一块，吸烟区的那块，那这几天就刚刚伟航老师大概点了一下，什么几棵树啦，或者有这样的状况吗？这个是目前台北市各个地方不同的吸烟区，这个就是比较简单。这我有点像那个古代那个满清10大酷刑那个战龙，你知道吗？讲到那个街那种某种苦刑人站在里面，然后被架起来。那这个也是在这个应该就是在那个我们看万华的那个华西街夜市的门口了。那这也都比较简单型的。那另外还有个这树旁边插一个板子，就叫吸烟区。我不晓得这个目的是什么那另外把它围起来那几棵盆栽围起来的地方，对，掐的烟灰缸放在这个树的后面我看到的有树在后面然后这个比较像公车站对，那当然也有比较更好的有冷气的，因为这都没有冷气嘛，这个太阳很大的话，其实还蛮热的有冷气，还有这个所谓的负压式的，就是空气有做那个滤芯，所以但是我要讲的是说，你做这么多不同形式的这个吸烟的区，它到底它的想法是什么？好，跟当地的这个民众有没有做好的沟通？因为我自己发觉就是说，你看这几个地方旁边都是停机车都有停机车那如果说这个机车有漏油，会不会淹地，会造成什么样的危险？这我比较担心的地方。那因为我们觉得，如果说是台北市各个地方都要设，那是不是应该统一格式、统一标准统一的都到统一规格，而不是说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做法？那到底他的想法是什么？我觉得台北市政府好像没有跟当地居民有一个比较充分的沟通所以大家不晓得为什么有这种不同的 style， 那或者是不是就是因为因为在西门町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看到西门町这个地方是有冷气的，也有负压式的是那边是观光区比较多，所以比较高级，那其他地方就比较简单
啊，甚至你看这些还没有连没有遮蔽设备，没有屋顶呢，那下雨天他不会去啦。然后那撑个雨伞在那边抽烟吗？啊，那另外就是你要做吸烟区，还有很关键的配套是，如果没有在这个吸烟区抽烟的人。是不是应该要罚钱？要罚钱，当然，那否则都没有强制。不然设吸烟区干嘛？对，不然干嘛设吸烟区？可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啊。台北市现在也没有组成这个纠察队啊，去开单啊，去或者是有人看到检举有没有检举专线啊？就变成说你设了吸烟区的目的跟实质的意义好像不合致。那我会觉得蒋万安最近的动作很多。我不晓得他为什么会除了吸烟区之外，刚刚讲过啊，这个还有很多的各种的政策啊，很多不断的推出来，包含什么今天是什么什么那个 Apple Pay 可以使用进入捷运站，对啊等等，我觉得他是蛮急的。那其实他本来这场选举他应该是好整以暇。而且这些政策看起来好像也没有经过多重的讨论，就这样实施了。那大家觉得是蒋万安是觉得选情不利吗？你看他今天到指南宫，我觉得他动怒了。他声音非常的高亢，而且真的有点破音。就你很少看到蒋万安那么生气。那我感觉他我比较担心的是，他是不是一个不能接受批评的人？就是别人给他，或者他是认为说，我的民调这么高，看我们看到这个正传媒，他65%的满意度，只有26%不满意啊，所以他会是不是觉得说我不能够接受别人不同的意见，所以他就整个就感觉他今天是整个的回击，而且还在跟英委在讨论他们的决定就是要战，就是要以战来。就说不能让赖清德专美于前啊！我要在这个地方，我要展现，就是要驳斥，就说赖清德是喷口水啦，是什么这相互指责啦。OK， 所以我觉得他最近的一些做法，难怪就是这个王世坚主任说，他说他神情有点呆滞，然后说他就是有点乱了方寸。那我觉得他本来这场仗应该是很轻松的，游刃有余的，结果现在一直在推政策出来，而且感觉他好像要为了要证明有政绩 ，OK， 就一直在推陈出新，但是这些东西可能又没有经过很谨慎的这个规划。例如说，你讲那个太阳伞也是一样啊，大家也觉得说，你为什么那么急？然后是不是看到高雄已经出来了？我不做不行，说我赶快来做。那大家就会觉得说，这些都没有经过很多场官学界共同讨论就贸然做的情况之下，当然就会有很多疏漏。大家就会觉得说，这些都没有经过很多场官学界共同讨论就贸然做的情况之下，当然就会有很多疏漏。不过刚才讲的这些，我看那个吸烟区有什么要补的吗？我是在想啊，因为刚刚一路这样讲下来，这完全纯市政议题了哈。因为他到底会不会选2028，看他的政治行情。我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台湾还没有人预测蒋万安不会连任啊，对不对？大家觉得他应该是蛮稳的。可是市政检讨，我觉得是没有问题，这是我们媒体应该可以提出的2个点。第一个，因为吸烟区有西门町的，有中山区的，有负压的，看起来不错了，看起来就是一个室内这个样子的，也有刚刚看到那个万华，非常简陋的。观众朋友，人行道可以吸烟，绿色人行道标签不行，学校机关不行，医院对不对？所以其实他是可以在那边吸烟，他只是希望他能够集中。可你做的那个样子，你说谁要进去里面？我干嘛？我在里面对不对？大家看了都不要去了。那重点在于你的那个地方花这个钱做这个。另外一边有这个负压式的，然后又很漂亮，有个玻璃帷幕，这跟那个遮阳伞有点像。你在信义区做744万的，你在西门町做40万的。观众朋友，台北市有12个行政区都有运动中心。以前马英九当市长的时候，你这12个没有办法做到一模一样，就像高铁站，你说嘉义跟台南长得一模一样，可是至少一碗水端平，你不能差很多。信义区的那个号志花100万，那万华的花10万，这怎么可能？市民会有反应？你怎么会推出这样的事情？你怎么会弄8个在这个信义区市府周边台北101，然后你第一天回答叫时尚，这明显我觉得会有差别心。但是我要跟大家讨论就是。市府到现在为止有没有打算要调整？一个700多万的遮阳伞，高雄27万，西门町40万，那市民朋友也会问啊，那700万的到底在哪里？所以这些东西包含的那个就是吸烟区，台北市的公园是不能吸烟的。那公园不能吸烟，你设吸烟区干什么？人行道可以吸烟，我把它集中在一起。我懂，我常去日本的涩谷表参道它会有
把它围绕起来。可是他们的设计也非常多样，包含可以用植栽以后绕个像迷宫一样，大家进进出出也不会影响到不吸烟的人。可是它确实味道会跑出来，所以就有负压式。所以它应该要跟大家讲，就是说我台北市要推的是遮阳伞，那就是全市都有遮阳伞，各区都平均。它的经费应该要差不多，而不是说这个地方的遮阳伞700多万，那个地方的遮阳伞变40万。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患寡患不均，一直是最麻烦的事。而且我有些吸烟的朋友，他们说，其实现在年轻人现在抽的比较多的是加热烟。对，因为加热烟，第一个它没有那么大的，一般旁边的人不会闻到那个味道，它没有那么大的烟味。第二个它没有焦油。实际上，当然我们不是鼓励吸啊，这对身体是比较影响比较小。再来就它没有烟蒂。好，而且现在我们国家是已经允许了，但是要经过卫福部那个允许的才可以，便利商店也买得到那个加热烟的。所以你会难道是要鼓励大家抽纸烟吗？抽纸烟，第一个你会造成这个垃圾，还有这个烟蒂，你要早上去清理。然后另外会造成空气的问题。所以我会觉得说，当然我们反对抽烟，但是如果是以目前的时代的趋势来讲，好像有用加热烟的比例越来越高的情况，你还设这么多的吸烟区，大家会觉得说，这是不是跟整个现在时代的发展是有点逆向？来，明贤直接回应，第一个就是刚才讲到，包括遮阳伞啦，跟那个吸烟区了。第二个，国民党现在看起来把高雄这一仗看得非常重要，然后也就是王院长，大家还记得那个时候从823， 2017年。那2018韩国瑜拿下来，从2018年的8月23号5000个天坑开始，接下来出现33大造势嘛。那一年韩院长拿下了高雄，接下来媒体报道王院长又要出手了，所以那个要再复制一次33大造势吗？国民党对于高雄现在什么看法？第一个我先讲无烟城市这一个得到很高的民意支持，80%多的是支持，甚至我的议会遇到民进党的议员。其实苏代阳就好嘛，一讲你太太对这些就支持，就说这在妇女跟学生，这很多人支持嘛，80%多支持上，最主要是现在是用分流的方式嘛，为什么锁定那个西门跟中山，要人想这嘛？先4点，那其他的各里的部分有183个点，我自己的责任里，我在南港那个，譬如说那个卫生局也是有办会刊，因为里长说到公门要去办会刊。才这两个，就说西门跟中山是用负压式的，因为最主要是要4点嘛。你有没有可能因为那人潮多所以这个用负压式的，你不可能每一个里或每一个地方都，比如说现在有183个，那每一个地方都采负压式吗？不可能嘛，那预算太高了嘛，所以在人潮多的地方不要让人家乱抽烟。那除了户外的那个是包括加热烟，包括一般纸烟都可以甚至电子烟都有。范老师可能没有抽了，我办公室很多同仁。他是抽加热烟跟电子烟都有，我自己是不抽烟的，电子烟不行，电子烟是不行的，所以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不要在户外，就说违反烟害防治法的时候抽烟的，所以让它分流，目标要达成无烟城市了。那至于说阳伞的部分上，这是去年就通过了一个预算，我们议会审查通过，最主要信义区是有装饰艺术啦，而我同意不要患寡而患不均，要的话城市就一致，你美感是要城市一样，12区你不论是士林区、中山区、北投区、天母每一区要一样啊，你弄成规格不一样，我变成说信义区，当然它的那个两个方案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厂商的，一个是另外编预算的，可是对人家来讲就会有差别待遇，是嘛？然后尤其像你说，如果是民党的议员或议员参选的人，就直接拿着这个打，就直接讲说，你看他就把我们当2等公民或什么，这个一定就会造成这个在预算审查的时候就有一直被盯为什么信义区这几个那么贵都有，可是因为它整个合并装置艺术嘛，所以议会还是通过预算的。那所以这一部分，当然市政我觉得所有都可以那个检讨。台北市不论是蒋万安民调有多高，市政永远都没有100分的啦，还是要该逐步去修正。至于说万安目前的推出政策，包括营养午餐免费，包括托婴减工时，这些还是有得到多数民调支持啦。我觉得这个如果范老师说要产官学的话，我觉得以后那个万安也可以征询一下范老师的意见啦。那至于说高雄会不会塑造跟33造势起来？有一次我在王院长那里跟他聊天的时候，刚好我看他手上拿的都高雄的资料，哇，高雄相关的选情参考，还有包括很多地方的议员的动态。王院长对这一盘还是有对高雄这一局还是使尽了蛮多的力量。那至于说
现在我有看到最新的，甚至有一个网络的民调，ET Today 的民调是柯志恩是超越赖瑞隆，可是，一样 T 台的民调也有看2个人是平排，民调只能做参考了。那目前来讲，我觉得高雄的部分还要再看最后势有没有造起来了。那目前人选也有人提到说，譬如说啊，高雄的选情特别冷，比全台其实今年都冷，全台湾都很冷。那高雄是不是冷？那冷到对谁有利？能不能透过这一次的造势造起来？至少我觉得目前还是在持续观察啦。而且民调是一种，还有一种地下民调赌盘，还有开出赌盘的一个方式。目前开出来是赖瑞隆是小赢了，我听到的版本是这样子的，可是最后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变数了。来不？第一个就是说，对不起，我忘了讲一句话，赌博不好，好吧？继续。第一个就是说，刚明有讲说，这无烟城市有80%民众同意啊，我也认同啊。这无烟城市，我相信，当然你去问他，一定都同意啊。就好像我如果推一个，就是说啊，这个市容美化城市什么，这个一定这个90%啊，或者招牌美化，因为现在招牌很凌乱嘛，对不对？招牌那一定都同意，但重点是你执行怎么执行啊？我举例来讲，我不是说推动无烟城市不好，当然是好啊。那但第一个我们还是要尊重有部分的这个瘾君子的需求，所以那个东西你不能够把它弄成像让人家觉得很不尊重。那个东西你不能够把它弄成像让人家觉得很不尊重。例如说，我觉得有几个造型，那个一看就是你走进去就很触眉头嘛，就很像是狗笼嘛，就很像是好像走进那个土城的感觉嘛，对不对？你吸个烟有这么严重要走到那个地方去吗？那我觉得这个在设计的过程中会让人家觉得内心不舒服嘛。所以你如果说无烟城市会有80%以上支持，我觉得认同。可是你说设计那样的一个那个狗笼式的这个吸烟区，你会不会赞成？我认为有0.8赞成就不错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差异在这边。那另外我觉得就是说，你其实要推动一个，例如说像那个遮阳伞，假设你真的是有心要推动，应该是全市例如说像高雄市是这样，就是说他们是由捷运局，捷运局，然后在轻轨跟捷运主要站，然后谁出资谁编预算都清清楚楚，那有系统的先开始这样示范。那你现在不是啊？你现在是因为看到说788万的被骂，然后接下来想说我要弄便宜一点的，然后就说厂商呢，你们赶快赞助2支好了，这不能这样子嘛？推动市政是这样，我要提醒大家台北市是首善之区，是全台湾统筹分配税款的地方。我认为蒋万安空有这样的资源，可是我觉得他没有真的好好善用。OK， 你们高雄真的会面临到危机吗？我觉得高雄当然这个大家都很关心了哈。那我看到之前有一些民调，我坦白讲，我也觉得就是尊重了，就是有一些民调那个看起来我当然我也不愿意把我们，但是我就尊重，因为我认为选举都战战兢兢，但是每个县市有不同的打法。我举例来讲，例如说像我们在这个南投啊，我们在这个苗栗，我也会发现中东锦跟这个许淑华他们就是一直冷处理啊，感觉那个地方好像也很低调啊。好，那高雄也许这个赖瑞隆他有他的想法或者他的布局，因为现有的这样的一个陈其迈的市政成果，他每天一样很认真的去跑，然后这个沿袭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市政的这样的一个光荣感，他继续去做。那我觉得其实他也获得很多人民的一个信赖，而且他也非常认真，而且他提出很多的政见跟见解。所以我觉得到底是打冷战热战那个是每个政党有自己的这个规划。那我只是说就是我之前有看过一份这个高雄的这个民调这个某媒体做的我也都尊重，但是我只是认为说那个民调可能跟我们这个真实去做的这个落差其实真的颇大。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希望这样，就是说我们当然尊重每个民调，但是如果民调到最后变成是操弄选举的工具做法太粗糙或太明显，我认为其实那是不好的。你们一定会两边一定都会做自己的内参民调嘛？当然。你们内参民调呢？我只能够说审慎乐观，我们对每一个选举我们都不敢多大但是我是说每个地方有不同的打法。其实我们也是乐观审慎啊。那我要倒过来，这边审慎乐观，你们乐观审慎。你们感觉好像柯志恩已经要赢了，哇，这个不得了。我乐观审慎，你是审慎乐观啊？没有，那不一样。我们是真的一步一脚印。那我认为，其实赖瑞隆获得高雄市民很大的认同，那他的个性是很沉稳的。对 ，OK。但姚明。最近有一篇媒体有报道，柯文哲最近的动作非常非常多，大家都在讲说，可能包括他未来党主席他会回锅或什么，可他一直有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一审的案子，除了贪污治罪条例那些以外，有公益侵占这些，侵占罪基本上它是二审，大家都在讲那二审背信啊、侵占这些二审，万一要是被定的话，就直接进去了。然后最近有一则媒体报道是来讲说，他找的律师呢，在二审会在这一部分去想办法去翻盘，翻盘以后对他胜获，如果这边能翻盘，他胜获不排除，因为他们手上有一张2028的门票，是吗？那篇我觉得感觉比较像是这个叫做律师挂保证哦，我可以帮你站这个二审的这种叫做保证班的这种概念，因为你会发现哦，柯文哲最近到很多场合都在讲一件，我的律师费很贵这篇报道我觉得就是说他要凸显律师的价值帮你找到一个过去刘太英这个曾经有过侵占，也是被这个检方指控侵占国民党政治现金，也被用公益侵占办，最后是只用一般业务侵占来这个判刑所以呢，就那个刑责就完全不一样。好，那问题来了，如果今天就算那个这个柯文哲一审的公益侵占变成业务侵占。那问题是那个金华城案的那一块这个违反职务受贿罪的那一块，那个还是有多少？13年，那个13吧。如果要总统门票，应该关键是金华城案那一块而且呢，这一块才是最后合并执行之后，那个一审17年里面13年那个占的比例很重。所以我说，如果今天只是我看那篇的时候，我在想说。那就算把这个公益侵占的罪变成业务侵占，就算变5个月、6个月，就算把它通通无罪好了啦。那如果金华城那个收贿的部分还是没有解套的话，柯文哲有办法拿到2028的门票吗？这个我就脑袋里面我就想说，那这个律师的策略到底是什么呢？还是说先让老板知道我有在做事？那就算把这个公益侵占的罪变成业务侵占，就算变5个月、6个月，就算把它通通无罪好了啦。那如果金华城那个收贿的部分还是没有解套的话，柯文哲有办法拿到2028的门票吗？这个我就脑袋里面我就想说，那这个律师的策略到底是什么呢？还是说先让老板知道我有在做事？就是说先告诉你我有找到一个之前没有的法律见解，这个已经有判例了，最高法院有这样的判例。至少这一块你先安心，所以我觉得这一篇报道写得很耸动，但是看完之后你会觉得这问号更多了就是说到底柯文哲有没有办法从这个部分脱身？可是对柯文哲来讲，有没有办法使用这张总统门票，对他的政治身价当然会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觉得这篇报道比较多的是叫做想象力，不是说法律的想象力，是说对柯文哲来讲，他要告诉政坛一件事情，就是你不要以为2028我就不是选项。他还是力图在2028能够，你们不要一天到晚讲万安、韩国瑜、卢秀燕，还有我柯文哲，我还是有机会的。我觉得他在这个部分的努力，可能还是这个要大家拭目以待。但来我看2分钟，请问一下，可是柯文哲这做法让国民党很多人觉得，好像回到当时2023、2024。蓝白在谈合作那个既视感，就6点协议完以后又破局，因为是从一个竹北嘛，国民党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既视感。柯文哲最近动作这么多，而且跟黄国昌看起来有很多的讲法，各方面想法好像不太一样，为什么？我觉得柯文哲主席最近的动作让大家对于是不是对于党内的意见越来越多，越来越直接，对不对？公投什么东西，他也要讲说，对司法不信任。观众朋友，我跟杨明喜欢看棒球啊，我最怕已经领先的时候，投手上来坏，连3坏，准备要保送了。观众朋友，我现在看到3件事情，他跟黄国昌意见不一样。第一个竹北，你会讲说没有啊，黄国昌已经谈了，跟这个郑丽文怎么样了？黄国昌却跟国民党谈，有谈新北市、宜兰县、嘉义市，他没有提竹北。那难道黄国昌当这个民众党党主席，他不知道柯文哲在选总统的时候，竹北是他全台得票最高的前三名，就是第1高嘛，对不对？他不知道吗？然后
这个柯文哲没有跟他耳提面命讲说竹北是外面啊，他现在是这个样子嘛，我就是要选嘛，你这不邱成也不选的话，鬼话楼旁里。不过他讲话有很大的漏洞啊，他说这个新竹竹北鬼话楼旁里，他怎么不讲新竹是高虹安？新竹是，但是全台湾鬼话楼旁里，他不讲说嘉义是张其迈。OK， 我们先不论这个，我觉得第一个他跟黄国昌在大家会去你说见缝插针啊，或是会觉得有点疑惑，那你怎么你生气是对着谁生气？黄国昌吗？对不对？哎，你为什么没有把竹北这个谈好？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台北市，当然媒体会讲说是不是？哎，这只是一句话。当黄国昌才刚在台北市的那个见面会，林珍宇那一场嘛，讲完了，哎，我不用担心台北市6个。我其实我觉得柯文哲讲的2件事情，他讲的就是说他担心，而且他让大家觉得说黄国昌刚讲完，我就说我最担心，让大家意识到就我跟他不一样。但我觉得真的是因为上次黄珊珊还有23%的得票，好，但是。有2个地方没有拿到8%，一个是杨宝珍，一个是吴瑜轩。所以这次没有小七的状况之下，你能够稳说6个都一定上。所以我觉得他既讲出他的担忧，也让大家知道他跟黄国昌意见不一样。这2个，第3个是邱瑜轩。邱瑜山，对不起，邱瑜山在台中市啊，的那个先前的这些纷纷扰扰，他讲说是陈金龙主委直接跟他讲要劝退了，可是，在昨天，算前天晚上了，已经事情处理掉了。那个邱瑜山是直接贴了他跟这个就是柯文哲对，他们坐在一起。对，然后我去仔细看了，观众们你上网去看，他等于是黄国昌的那个位置跟这个柯文哲2人做完以后，他去做了黄国昌位置跟柯文哲照相。他 po 文当中没有跟黄国昌主席2个人的合照，他可能有 po 啊，他可能有照，他没有 po。所以呢，邱瑜山被拉回来，可是先前几个杨宝珍不能选，蔡壁如不能选，然后呢，很多地方都是黄国昌主席说了算。所以我觉得啦，我没有办法直接跟大家解读就是什么意思，可是至少这3件事情看得出来，黄国昌跟柯文哲的看法好像不太一样。那根据民众党他内部的规定跟选举办法，今年年底要改选党主席嘛。我上次问蔡壁如，他认为柯文哲回来再当党主席是最好的。所以之后今年年底包含了小五哥，如果今年选完以后民众党选得不好，那党主席要不要负责？那当然时间到了也要改选主席，所以我觉得柯文哲他对于党务的加重他的这个声量跟他的影响力还有他的想法，我觉得他是不是要回来要继续当民众党党主席？在未来来讲的话，那包括白银，因为白银如果是蓝白合的话，那一般的数学算，那蓝白合跟绿营之间，蓝白会占了一些的优势，但选举当然是不是一定这样走？那所以白银的动作非常重要。对蓝营来讲的话，台北市这一仗是只打台北吗？那胜或连2028全部都摆进去了吗？那各党党主席在这场选战未来会扮演什么角色？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就我们这边，我们明天见，拜拜。